12年后，那个逼王健林留下全部利润的县长落马了。你在上面看到的是2014年万达对接国家级贫困县丹寨县的一段名场面。时任县长的徐六卫为了实现快速脱贫，向王健林提议是否能够把万达在这里投资的利润全部存入万达基金，由县政府与万达共同监管，每年分给贫困户。一听到要把全部的利润留下，王健林眉头紧锁，有些不高兴了，坦言自己曾经参与过很多的扶贫项目，但都因为太急，导致最后扶贫的效果不理想。原计划让1万户脱贫，实际只完成了1000户。王健林有些怨气的表示，按照你的提议那么万达每年直接拿出来5个亿分就好了，还费劲巴拉搞什么产业扶贫。徐六卫的狼性要求在当时引发了巨大的争议，赞同的人表示他是全心全意为贫困户着想，希望他们能够快速过上好日子。反对的人则说他有竭泽而渔的嫌疑，不顾及企业的感受。12年后的今天物是人非了，王健林不再是那个高唱一无所有的首富了，每天都在愁如何还上到期的债务。万达广场一座接一座的被摆上货架，而徐六卫的仕途也戛然而止。就在刚刚，贵州省发布通告，徐六卫涉嫌严重违法违纪，目前正在接受纪律检查和监察调查。12年来，徐六卫仕途顺利，卸任县长后先后历任副市长、副厅长、副秘书长，从县里到市里，最后落脚在省政府办公厅。上周组织将徐六卫调到了市场监管局，谁料上任仅1周，他便被宣布落马。他究竟涉嫌何种违法违纪行为，尚有待权威部门公布最终的调查结果。回顾徐六卫的仕途，王健林是个绕不开的话题。2013年，国家将全面脱贫工作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，并且提出了精准扶贫概念。王健林率先响应，在一个企业座谈会上，他大胆建议，每一家有责任心的企业都应该承包一个贫困县的脱贫任务，只有把产业与贫困县深度捆绑，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扶贫问题。该建议得到了诸多企业的赞成。而另一边，徐六卫自2005年从人民大学毕业后，便进入贵州省政府办公厅历练，从副科级的秘书做起，7年内升到了副处。2012年，作为培养对象，他又被下放到了国家级贫困县丹寨县工作，并且在2年后升任县长，时年仅32岁，是当时贵州最年轻、最有前途的青年才俊之一。当得知王健林有意将万达帮扶对象选在贵州后，刚升任县长的徐六卫坐不住了，他非常希望能够将这个宝贵的名额留在本县。可第一批报给万达的候选名单中并没有丹寨县的名字，于是徐六卫一边积极向上级部门争取将丹寨县列为名单，一边每隔几天就主动打电话给万达负责扶贫的联络人，邀请他们来县里看看。几个月后，王健林正式圈定丹寨县作为万达1对1帮扶的对象。至于丹寨县为何能够后来居上，多方消息称这与徐六卫家庭背景有关，但是因为没有官方权威信源佐证，暂且按下不表。2014年12月，王健林亲自到丹寨县考察，先是提出给县里建个养猪场，形成一条养殖、屠宰、冷链、物流的产业链，预计能解决几万人的就业问题。但是回去后找专家开会，发现不现实，因为大规模养猪非常考验专业能力，万达作为一家开发商根本无法把控，养猪场很容易在猪瘟、肉价等波动下破产。王健林吐槽说，盖个10万头猪的养殖场要10几个亿，我建一座万达广场才几个亿。思来想去，王健林还是决定干老本行，给丹寨县搞个旅游特色小镇，钢筋水泥一运到县里，工作机会不就来了吗？小镇建成后，贫困户还可以来园区上班，给游客表演当地的歌舞，贩卖酸汤火锅、文旅产品，县里的经济就转起来了。王健林承诺，只要愿意工作，万达每年至少为贫困户发1万元的工资，这个数字足以让县里几万户脱贫了。但是徐六卫觉得还不够，于是发生了开头他向王健林要所有利润的名场面。一见王健林有些不高兴，徐六卫当即表示接受王总批评，双方共同努力，先把小镇建起来再说。说到底，两个人的分歧主要在扶贫的逻辑上。王健林想利用商业的力量实现可持续的扶贫，宁愿速度慢一点，也要让小镇能够长期的运营下去。他在乎的根本不是利润被万达抽走还是留在当地，因为按照商业逻辑，一个旅游小镇想要长远的发展，不可能头一次就结束了，而是每年要不断投资升级设备，完善游客体验，创造新鲜感，才能保持长久活力。如果把所有的利润草率的拿去给贫困户分了，一时看效果显著，但长期看很容易返贫。徐六卫可能不大清楚其中逻辑，以为头一次就万事大吉了，大家便可以等着收钱了，其实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。最终按照王健林的建议，双方签订了一份第一期投资额高达6亿元的扶贫协议。2018年旅游小镇建成，开业40天，这座人口仅17万的贫困县迎来了100万名游客。事后证明，当小镇成功运营多年，形成了稳定的现金流后，王健林也不再坚持，主动把所有利润留在了当地，并且拿出合理的部分尝试给贫困户直接发钱，6万多贫困户因此受益。如今的丹寨县依靠旅游每年能赚50多亿，正全力筹建国家级旅游度假区。曾经的贫困户朝着更富裕的生活迈进，王健林也履行承诺，在万达最困难时没想过拿这里的利润补集团的窟窿，体现了一名企业家的坚守。只是原本前途光明的徐六卫倒在了过往的认知中。